打平就出现0-1输给了南非。韩国足球在2026世界杯上的崩盘来得既突然又不突然。6月28号，民主刚果逆转乌兹别克斯坦，中场哨响，苦等71个小时的韩国球迷最终等来了最坏结果。韩国队跌出小组第3的前8排名，正式出局。韩国总统李在明呢，随即发文痛批：人事即万事啊！可有人却说，李在明这把火烧的可不只是足球。大家好，我是谢飞啊，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咱们今儿聊一聊世界杯足球赛。6月25号小组赛末轮，韩国队呢世界排名第25，对手南非仅排60。那赛前机构呢给出韩国的胜率是56.2%，南非呢只有20.3%。这本是一场打平就能锁定小组第2的比赛，结果呢，韩国队全场踢的是极其别扭。这个全场控球率超过60%，却几乎没形成几次有效的射门。那么下半场的第63分钟，南非替补球员登场刚1分钟就送出助攻破门，1-0的比分最终保持到了中场。赛后呢，韩国名宿安贞焕也在咱们大连还踢过球，他就直言这是积弊已久的彻底爆发。朴智星更是直接点破，从第1场到第3场，球队根本就没搞清楚该怎么进攻。追根溯源呢，这场溃败的种子呢，早在选帅阶段就埋下了。2024年的这个亚洲杯折戟之后呢，韩国足协花了5个月的时间选帅，当初呢还承诺说要聘请一个外籍教练，最后却绕开一个正常的程序，把洪明甫推上了帅位。前国脚朴柱浩呢就爆出一个内幕，说整个的选帅过程只有5名的委员参与，多数候选人呢连面试机会都没拿到。洪明甫呢连这个竞聘材料都没准备，基本就是提前内定了。那这番操作呢，直接就引发了韩国足坛集体的反弹，像朴智星安贞焕具资哲等一众名宿公开反对。郑梦奎和洪明甫呢，甚至被国会传唤质询。说到这个洪明甫呢，有些球迷了解，有些球迷可能不了解。其实中国球迷对他非常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足球从97年世界杯的外围赛10强赛阶段就已经跟这个洪明甫交上手了。那么到了这个2002年世界杯，也就是韩国在家门口主办的这届世界杯，那么韩国队的拿到了这个韩国足球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就是世界杯的第4名。当然，当中无论是这个结果怎么取得的，今天我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那么在那一届的韩国足球队当中，韩国队的队长就是现在的这位洪明甫。另外再说一个记录，到目前为止，世界杯最快进球记录是11秒进的球，而这个球是土耳其的足球名宿哈坎苏克进的球，而这球呢，就是在2002年世界杯上3-4名决赛，土耳其面对韩国队。那么土耳其的队员在一开场就抢下了洪明甫脚下的球，最终由哈坎苏克打进的。当然，这是一个对韩国足球来说一个不太光彩的记录那就是一方面对土耳其来说是最快的进球，对韩国队来说那就是最快的丢球，而这个丢球的人就是洪明甫现在的这位主教练。踢球的时候绝对是一把好手但是至于做教练怎么样，看来在韩国内部对他的这个质疑声非常大。那么现在呢，韩国的国内无论是政治界人士还是足球界人士，对洪明甫到底怎么当选的，以及当选的这个过程，现在已经充满了各种的非议。巧的是，足协这套圈子用人的逻辑和韩国刚审结的一桩政坛丑闻完全是一个路数。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谢飞观察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要聊足球的事儿，因为韩国足球这件事儿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6月26号呢，就在韩国球迷呢还对着这个积分榜算分续命的时候，首尔的中央地方法院呢就宣判了另一桩人事案，前总统配偶金建熙因为卖官鬻爵一审获刑7年。那么法院认为说他把这个第一夫人的影响力当成了交易筹码收受这个项链手表
名牌包等等财物总价约3亿韩元，为请托人安排职务，再加上此前呢操纵谷家案的这个2审判决，4年有期徒刑，5000万韩元罚金。那这对这个夫妇呢，一个因为内乱罪被判无期，一个呢身背多项的重罪，成了韩国宪政史上首对双双入狱的总统夫妇。我们回头看尹锡悦政府的这个用人模式啊，怪不得会让李在明点名暗讽呢。执政初期呢，14名前检察官占据了政府各核心的要职，从法务部到统一部，从国情院到国务总理秘书室，处处可见呀他们的身影。金融监督院院长一职呢，自这个1999年机构成立以来呢，从未由这个检察这个系统啊出身的人担任。但是尹锡悦执政时期也破例安排给了一位一同办过案的老搭档。你看决策圈子越缩越窄，是吧？最终形成了以旧日同窗关系为核心的一个小圈子，内部立场呢高度的趋同，外部意见完全就被屏蔽在外了。那么这个足球场上的小圈子最后也结出了同样的苦果。韩国队主帅洪明甫呢，主打一个3后卫的体系，3场比赛丢了3球，全队的传中的准确率呢还不到2成。核心球星孙兴敏呢，在这个生死战当中被摁在了替补席。下半场登场后呢，全场仅触球29次。韩国媒体直言说，以这样的战力只拿到小组第3，本身就印证了韩国足球的结构性的失败啊！也难怪在输球之后，有韩国记者揶揄讽刺主帅说：“请问咱们队员是不是中毒了？怎么感觉全队都这个乏力呢？”韩国队出局确实给韩国人心里呢以沉重的打击，因为今年以来，韩国流行啊一种江南不败，首尔只涨不跌。就是首尔一直涨的这么一种情绪当中，从股市到楼市再到生育率一路看涨，于是呢，韩国展现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一个经济上行期之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韩国民众啊对这次的世界杯之旅啊抱以期待，尤其是第一场就直接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捷克队。其实踢得不算差，但是无奈大家的期望值太高了，韩国人自个儿啊也着实没有摆正位置。您想想，国际足联把你和东道主分在一个小组，什么目的呢？不言而喻呀，肯定是要衬托东道主啊，所以还是自视太高了。李在明呢也顺应民意啊，公开道歉，但是话说得很重啊，说这再次证明了人事即万事的道理，比起能力更看重拉帮结派，把无能之辈放在指挥位置上，结果会怎么样呢？显而易见。我觉得李在明啊说这个话就很没有必要了。虽说竞技体育的本质上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寇，但是总统也这么带节奏，是不是也就太不应该了？那么李在明呢选在这个节点上发文，我个人认为绝非偶然。他以这个红魔球迷，就是红魔啊是韩国球迷的一个自称。就是他以红魔球迷和足球俱乐部荣誉总经理的身份切入，表面批的是比起能力更看重拉帮结派，把无能之辈放在指挥位置的这个乱象，实则是借足球题发挥。那这个档口拿足球说事儿，既是顺应民愤，是吧？也是给自个儿这个改革议程找一个最能引发公众共鸣的切入点。球队出局前总统夫妇呢双双入狱，现任的支持率下滑，3件事撞到了一起，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症结。当人事决策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无论是一支球队还是一个政府，都逃不开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一个死循环了。足球如此，政治亦然了。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谢飞观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